來了，看看策劃 S44 赛季爆料。首先是英雄調整部分，由刮痧夏师傅以及策划二狗为大家带来扁鹊的玩法升级。首先是积极響應大家的建議，将扁鹊的海報再次進行了優化，主要是優化了皮膚方面。而後被動升级，新增起死回生机制，当我们的周围出现被击敗的友方英雄时，会多出一個按鈕，這個時候我們點擊，可以觀察到這個隊友就慢慢做起來了。當讀條結束，隊友就被我們拉回來了，只不過是在泉水復活，和太真還是有所區別的。據策劃所說，是咱們的扁鹊這個英雄缺乏特色，因此給他增加了這項能力，但每局最多只能復活隊友3次，是隨大招等級提升而獲得能量的。而後大家可以觀察到，起死回生是能夠具有選擇隊友的效果的，具體就是你靠近他會有一個提示，並且可以觀察到復活了隊友之後，咱們的起死回生是進入了冷卻時間，且血條下方的藥瓶以及 buff 欄當中都會顯示我們目前剩餘的起死回生數量。問扁鹊是否會因此打輔助呢？策劃說不會，不過也給大家選擇的空間。扁鹊的各個技能也進行了升級，首先是被動的治療能力提升，目前只要我們釋放技能就能夠奶範圍內的2個友方英雄，但讓扁鹊至多奶3個單位，不能再像之前那樣奶5個單位了。而且這波還移除了扁鹊普攻疊毒的機制，說是想讓它更加聚焦於法師的能力，因此比如說一技能在命中時可以造成更高的傷害，同時彈道速度也將進行提升，冷卻以及儲能效果都會得到優化。一技能新增機制，命中瞬間可以造成更高的減速，所以說扁鹊的控制能力應該也會有所增加。現在這個一技能只能說是手感上佳，但據策劃所說，一技能的調整還算小的。我們來看二技能，目前是改成了一個彈道技能，丟出一個毒球，碰到首個目標之後將會瞬間爆炸並造成控制效果， 1.5 秒之後還會2度引爆造成傷害並疊加一層被動效果。值得注意，新版技能碰到敵方英雄單位將會直接引爆，不再像之前那樣具有穿透了。不過在面對小兵時，還是能夠將小兵給瞬間擊退一下的。據策劃所說，這樣的話方便巨兵，提升了咱們的刷錢效率。同時一二技能進行了聯動，目前一技能可以強化二技能，增加距離、傷害、範圍以及速度。當二技能的毒球經過一技能時，將會變大，並且速度加快，移動的距離也將變遠，十分之可怕，就像滾雪球一樣，並且至多可以滾2個一技能啊！可以觀察到，相比只滾了1個一技能的二技能是變得更大了，而且基本上光速就朝敵人衝了過去，範圍也是相當之遠，感覺還是挺有上限的。並且據職業選手測試，這個二技能可以搭配閃現使用，進而更加迅速的到達敵人的臉上，也算是給扁鹊增加高光操作了。不過目前來看的話，特效上還是有些問題，比如說有的時候會打出隱形二技能之類的。最後大招特效進行了翻新，並且新增斬殺機制，就是目標的當前血量如果低於我們的大招引爆傷害再加上毒的印記總傷害，將會直接被斬殺。同時呢，斬殺效果也進行了優化，這個咱們稍後再講。按策劃的意思，新版扁鹊是能有更多的高光操作了。今天順帶提了對姜子牙，問姜子牙有沒有可能像扁鹊那樣多出來一個獨立的按鍵完成封神。策劃說考慮考慮。接着是萌芽，據說局外熱度很高，不過大家都是在討論它有多牢，也是進行了玩法升級。如大家所見，現在当我們的被動疊滿層數之後，將能夠觸發火箭彈效果，朝着目標追蹤過去。根據策劃爆料，這個火箭彈目前是隨機鎖敵的，有點類似於上官玩那個大招，同時目前只能由一技能所觸發，屬於可控的效果，不會莫名其妙的打出來。被動機制大改，目前當我們進入這個紅溫狀態時，將會持續回血並增加一定的移動速度，機動性有所提升。同時脫戰之後將會持續的獲得被動，而非直接消散掉被動。相比之前是更容易把這個被動給疊起來了，說是想提升它的拉扯能力，並且降低操作難度。而後一技能常態下也可附帶穿透效果了，傷害量是 50%。一技能击中冷却時間也進行了下降，並且新增機制，目前普攻將會降低一技能冷卻，算是加強了普攻以及技能的聯動性，並降低了一技能的真空期。二技能目前是改成了固定7顆流星，同時二技能的回能效果是进行了比較大幅度的提升。我們現在2個二技能基本上就能把被動給疊滿了，
十分之好用。一技能的飘数字效果进行了優化，据策劃所說也是手感的一部分。大招方面，蓄力期间可以直接叠滿咱們的被动效果，并且大招的导弹速度享受攻速加成，攻速越快，导弹的频率也将越高。我们再来看3個英雄的優化，首先是最近熱度也很高，因為它能夠開大公布坐標的黃忠。二技能現在是變成了一個路徑技能，在碰到首個敵方英雄時會將之擊退並直接引爆，但值得注意，只有首個英雄會被擊退，所以說是一個單體控制。同時傷害量也有所調整，大家可以等一下明天的公告。據策劃所說，二技能還是很多小細節在裡面的，比如說距離越近的目標會被擊退的越遠，所以說就不用擔心救死扶傷。另外，它總會擊退目標，而不是把目標彈在臉上。除此之外呢，據玩家測試，這個二技能還是能完成一些搭配閃現的操作的，並且二技能的規則也算是進行簡化了吧。目前可以對非游單位也施加負面效果。比如說可以降低小兵的護甲，野怪自然是一樣。問已經埋下去的二技能還能擊退目標嗎？答曰不能，丟出去是榴彈，埋下就是地雷了。這次將會更加聚焦於保命。比如說二技能接大招再接一技能，3連招迅速逃跑。當然策劃也說可以利用二技能控制搭配大招來打一些進攻性，來提升大招的命中率。接着是海月，說是進行了痛點優化，因為它的大盤數據比較低，但是高等級對抗體驗又比較差。二技能調整，目前第一段的控制時間是從 0.5 秒鐘削至了 0.33 秒，但是彈道數量會比之前多一些，每標記一個單位將會增加1枚彈道。因為控制削了，所以說會把一技能加入一個輕微的減速效果，但這個減速效果是能用來疊加的。據策劃所說，也可以據此研究下出裝，比如說再補個減速之類的。大招機制調整，傳送前後將會共用一個護盾量，而不再是傳送前獲得減傷。據策劃所說，殘血時海月的收益會更高，而後傳送過來將不再會直接堆滿能量，不過技能的冷卻速度則會變快。大招幻境內的一技能將會新增一個彈射機制，如果命中了自己的話將會進行回血，如果命中敵方單位的話則會傷害衰減一些，而如果誰也不命中的話，那麼這個一技能將會一直彈來彈去的。據策劃所說，算是加了一個容錯。大招位移調整，目前可以指定選擇方向來進行位移了，操作性提升了一些，並且新增機制。可以觀察到，當我們身處牆邊時，使用這個大招可以完成一個對角傳送的效果。策劃自己的說法是，海月自己的幻境不應該撞牆。關於海月容易被蹲落點的問題，策劃說這也算是一個博弈點，這次並不準備改。太難反制，板率會上升。對角傳送之吃攻本大會怎麼樣？策劃說到體驗服再看看。與海月類似的是影，也是說進行了痛點優化，強化了技能聯動性。現在一技能使用瞬間將會直接丟出6枚羽刃，命中目標並疊加被動的層數。據解布觀察，如果同時有多個單位存在的話，應該也是隨機來分配這個羽毛的命中的，並且如大家所見，一技能增益效果的持續時間似乎有所延長。去測試這個一技能並不能用來太早，不過它有一個新的機制，我們在接近目標前可以提前釋放一技能，而後1秒鐘內接近目標，那麼這個一技能就能正常的釋放並造成傷害。但如果離得特別遠的話，1秒鐘內我們衝不到敵人臉上，那麼這個一技能就無效了，需要把握好一個距離來完成一些上線操作。據說萌魘加入了一個類似的處理。二技能目前常態最後一段也可造成雙倍傷害。為提升一二技能联動性，二技能目前可以享受攻速增益。我們可以先開一個一技能，把印記疊起來，攻速加起來，而後一個二技能迅速打出傷害以及爆發效果。另外，之前玩家在直播間所反饋的影遠程普攻丢失的問題，也會在新賽季當中進行修復。現在遠程武器將不再會直接飄走，而會存在我們的手中。除影之外，新賽季還將修復諸多 bug， 比如說瑶妹在變身時仍舊會被鐘馗所勾走的 bug， 會在新赛季進行修復。這波峽谷平衡策劃玉成大壁虎以及策劃紫蘭還帶來了很多峽谷以及功能上的優化。首先是新賽季限時裝備无相神器將會上線，這個裝備可以根據不同的職業獲得不同的效果，甚至屬性上也會有所變化。首先是坦克的无相，開啟大招之後將能夠對範圍的單位造成減速，並持續造成法傷。
屬性的話是提供冷却縮減雙抗以及生命值屬性。戰士的話則會進行回血並增加攻擊力，且單位越多傷害越高，可以提供物理攻擊力、冷卻縮減以及最大生命值屬性。刺客入手這件裝備開大过後可獲得移速增益，而且如大家所见，咱們是大招施法結束之後才獲得的移速，因此就不會浪費。同時增益期間擊敗或助攻還能夠刷新持續時間，鼓勵大家多開發玩法。法師方面則會降低冷卻並加快冷卻的速度，就是雙重增益，可以提供法強、冷卻縮減以及最大生命值屬性。輔助入手这件装備開大期間則可為範圍內的英雄提供回血回藍效果，持續時間還挺長的，也是提供法強、冷卻縮減以及最大生命值屬性。最後是射手，開大過後可以獲得攻速增益，並且獲得額外的彈道環繞周身，自動攻擊周圍的目標。所提供的屬性是攻擊力、攻速、暴擊率以及物理吸血屬性。問這件裝備有沒有概率會替換掉某件裝備呢？策劃說有可能，比如說面具。問有些英雄契合度會不會太高了？策劃說這個裝備是有內置 CD 的，不過和短冷英雄的契合度還是比較高。問匯流為兵能常駐嗎？策劃說暫時沒有考慮，但如果大家比較積極的話，也會有可能。新賽季還對暴擊裝以及法球裝做出了調整。首先，無盡價格降低。影刃的話，目前暴擊可以觸發雙倍的移速增益。法球裝新增冷卻機制，對於攻速影響比較小，但是對於部分技能影響就很大了。對於影響較大的李信、虞姬、馬可波羅、狄仁傑、老夫子以及亚蓮，新賽季將會對他們進行加強。問咋不調整源流射手呢？說是再看看。策劃此來表示專門問了問平衡團隊，說看起來影響很大，但實際影響可能沒有那麼大。問其他路呢有調整嗎？策劃說對抗路也進行了優化，因為很多玩家表示比較孤獨。然後現在擊敗空間之靈之後，將會出現一個憤怒的空間之靈，隨我們一同戰鬥。這個玩意兒還挺厲害的，直接是瞬移到了線上，看着攻擊力也挺高，攻速也挺快，甚至呢還能夠承受不少防禦塔的傷害。更關鍵的是，他所擊敗的單位會有 50% 的收益發送到我們對抗路英雄的身上。問如果不是对抗路英雄殺的，收益給誰呢？策劃說還是會給在對抗路時間最長的英雄啊，所以說有一定的操作空間。問只能一次召喚嗎？策劃說可以多次召喚，每一次擊敗都可以獲得。新賽季還將新增輔助移動功能，目前我們清點小地圖將能夠直接朝一個目標走過去，而如果是拖动的話，則會切到這個視角。當然，如果我們在地圖上選擇切視野的話，也可以通過再次點擊來獲得這麼一個操作屬性。當然，這項自動尋路功能也是開關自由的。新賽季還將對地圖也進行優化，主要就是紅藍 buff 的圖標以及防禦塔、塔防等。再就是暗影之境，也就是我們所召喚的這個龍的特效將會進行優化。目前我們哪條路受到了增益，將會在地圖上有所顯示。而如果使用傳送的話，在新賽季當中也將有一個更加明顯的提示，來告訴友軍我們大概還有多久就能夠到了。新賽季還對部分跳字也進行了表達，首先是飞剑類數字将會更加带感，据說也是手感的一部分，比如說咱们后羿的武功、蒙亚的一技能、狄仁杰的一技能等，现在飞剑的效果将更加带感。斩杀类数字也将进行优化，可以观察到现在有一個被斬斷的特效，在之前的扁鵲也是有所體現的。問除了扁鵲大司命諸葛亮以外，還有誰呢？說是孫悟空可能會有，具體再看下體驗服。接着是減傷類的表達，在之前呢是一個白色的盾，有的時候看着就很奇怪，現在的話將會替換成對應的傷害，比如說法傷或者物理傷害。在 X44 賽季當中還將對移動輪盤也進行優化，目前設置當中會多一個追隨功能。可以觀察到我們即使點得很偏，這個輪盤也將隨我們一同操作，也是更加簡化了一些。這一波還有策劃龜龜以及策劃畫眉為大家介紹了一下對局環境的改動。首先上架了玩家輔助判罰功能，大家可以幫助系統甄別。而後踢出懲罰和補償機制升級，目前將會直接提供排位積分。BP 界面的戰績炫耀進行了優化，可以有更多的選擇，同時聊天室現在也能直接發表情包了。此外還新增了一個組隊頻道，其他隊友是看不見的。再就是巔峰榮譽也進行了升級，比如說在自己的主頁展示當中，
目前是變得更加豐富了一點，說是提升玩家的榮譽感。大家可以看一看這些東西是否會感覺很帥呢？當然如果前100名的話肯定就帥的不行了。新賽季還新增了新手項的巅峰定級赛，並且之前一項不錯的老功能吧，应該也會進行回歸。最後是新賽季重磅推出的超极限亂鬥，可以選擇不同的增益效果，出門的話可以骑一個火箭自動出門，而後還有各种各樣神奇的效果，比如說超级回血啊，超级等级啊，姜子牙已經快到100级了，還有什麼超级体型之類的。总之据策劃所說是一個很爽的版本，大家可以在體驗服當中先感受一下。這個模式甚至還有專屬段位排行榜等榮耀系統。那麼以上就是新賽季的策劃爆料了，因為小英又搞了11個小時啊，那麼天要亮了，我要去吃晚飯了。感謝大家關注，在下面的没姐夫，咱們下期再見，记得给我點讚哦。哦对了，今天体驗服更新，咱們完了再看吧。